单手一拍就把日本给卖了。哇，我全部压住你，他反过来说我即将要去中国，你觉得怎么样？这他还能说什么呢？我的天哪！现在他打伊朗，反正也没有经过医院，就是你知道的违法，他也知道是违宪，你能怎么他？他更加质疑的是凭什么你有这个自跟他说他没，而不是他真正赢了没有。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以现在的观察，第一个，美国目前的这个舆情，还有世界各国舆情，对这个美伊战争已经打到第4周了，这是没完没了，而且越打越绞肉啊！因为我们也看到，包含在内盖夫沙漠深处的以色列的核设施也遭到了连环的重击，而且以色列难得承认说有数十人受伤哦。所以你怎么看目前这个情势这个发展？第一个问题就是以色列的媒体管制是相当严格的，虽然说他自认为是一个支持投票民主国家，但是呢 CNN 的记者去以色列要拍爆炸的现场，他们都是不允许。美国记者如果换个别的国家，他们会批评没有新闻自由，但是放在以色列呢，他们就非常遵从的在节目上明确表示，以色列官方不让我们拍，我们是不能拍的。所以呢，我们大家今天看到说有这么多人员死亡，是否是因为伊朗此次的袭击死亡呢？要画一个大的问号。他可能是之前秘而不发不让知道的，现在让知道了，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公众会关注派去的舰船，认为美国可能要真的开启地面的打击。但是正如现在呢，全世界就连美国人民主党开会也没搞清楚特朗普到底这军事行动是什么目的一样，派船过去不代表真正开始我们想看见的大规模地面入侵。原因在于是有 Marine 已经做了一个节目显示，要真正达成这舰船去伊朗的战斗人员，那么2000到3000的一个海军陆战队，配合现在还不敢到伊朗附近的船，并且还要加上南部的山地，在霍尔木兹海峡3000 Marine 进到伊朗的山区，这不是送死，真的想不出这是什么别的词，因为又不是 Marine 他能够开展的一些斩首行动之类，听上去好像挺唬人的。在山地里3000人算个什么？还要加上一些人呢认为有可能是打一个岛，展示自己的强硬武力，然后作为 Chaco 的另外一个筹码，因为一开始进行斩首行动呢，撤得不及时，会面临在这个岛上被伊朗当火把打，这或许是特朗普不愿意看见的。所以我个人觉得他真派船过去，Marine 过去打下这个岛，然后宣布自己赢了，剩下来呢全都由他的附近的海湾国家的所谓盟友或者说日韩有进场，但是他宣布自己赢了，是否意味着这个战争真正结束很难说包括特朗普今年要选举，中期选举有大的关系。那我们中文互联网对美国的事情是比较关注的，但是对海湾国家以及以色列的内政是非常不关注的。所以我也是在跟以色列方面的声音，包括国土报，包括耶路撒冷邮报以及他们的国会议员做了内容之后呢，我才意识到我们对以色列内政呢完全不关注这个视角有多么的僵化。因为今年如果以色列要选举的话，我们现在发现打完了伊朗之后的以色列的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的利库德集团并没有因为此次伊朗战争获益，也就是他的议会席位并没有增加。原来呢，以色列议会是120个席位，不得差不多到个什么61票，现在目前认为还是61，他没有增加但是也没有减少，也差不多95%的以色列犹太人都支持对伊朗动武。但如果是阿拉伯人呢，那就反对的占绝大多数。但问题现在就发现，打伊朗这个事儿有多少阿拉伯以色列人支持是很少的，但如果没有阿拉伯人的议员席位支持，他没有能力组织起一个政府来。那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为什么我们说他有极端的部长本格威尔和斯莫特里奇，因为他自己表现出没有办法，只能迁就这些极右翼西安主义者，也是复国主义者，才能组建一个政府。但现在问题是，他一样得去为阿拉伯以色列人做出一些退让，否则他也没有办法组建一个政府。所以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呢，一方面他现在还是必须要阿拉伯人才能组建政府，另外一方面阿拉伯人非常反对伊朗动武，但是95%犹太以色列人非常支持对伊朗动武。所以内塔尼亚胡很显然他个人的目的和他政党的目的还没有被广泛的达到。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特朗普是有足够的原因要tackle，甚至有足够的原因他就根本不会开启这场战争。但是内塔尼亚胡想要达到什么呢？目前看还没有达到。所以我个人认为，除非有打出像我在视频里说的，打出一个美国和以色列都能说自己大赢特赢，然后风光快速撤退，非常快，其实就是逃跑，但是风光的快速撤退的话，那么这个战争是不能结束的，因为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以色列没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但是你刚才提到一个点哦，我还是有点疑惑。那川普宣布赢就是赢，但是问题是多数的非 MAGA 粉丝他又不是笨蛋，你说赢就赢，但是以色列继续被打，这哪来的赢呢？这都没有赢呢，只是你说赢了，就反正365天赢365次，那对其中选举有帮助吗？这没有办法吧。3个方面，第一个呢，不能小看宗教的影响。全美差不多MAGA基本盘嘛，有1/3是基督教福音派，这帮人是铁头死头，一呼百应，但是实际上它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其二就是这还有后手，特朗普已经明确说了，搞完伊朗之后他要搞古巴，到中期选举的这段时间，很显然还有时间他可以去颠覆古巴政权。如果搞赢的话呢，也可以向选民献功。他认为第2任期要刻在美国历史上的3大功绩，那就是委内瑞拉、古巴加上伊朗，他全部要颠覆他们的政，作为自己的核心政绩，永远的在美国历史上留存下去。委内瑞拉和伊朗我们看到了，古巴现在也在操作当中，断电了，而且呢还把哥伦比亚的总统说他什么涉及贩毒啊，很显然的战略收缩的东西也在做，就是整个美洲是美国的美洲，这个也在做。如果这些都能做成的话，伊朗只是一部分，这些能做成一个，对于选民来说都是保守派选民很想看到的。那这是其二，其三呢就是经济问题。在 Cradle 发了一篇文章，是援引了阿曼的一个地缘分析师，他告诉BBC 的阿拉伯语频道说，特朗普要求海湾国家给他5万亿美元作为继续打的军费，而海湾国家如果不希望接着打，希望现在就撤呢，要为现在美军已经取得的卓越战果付2.5万亿美元。那么这个5万亿和2.5万亿对于美国民众来说，那肯定是一笔利好，相当于直接要钱了嘛，明抢。那这样的明抢也不仅对于海湾国家，也对于日韩，所以日韩分别有什么5500亿啊，特朗普有本事问盟友直接收钱，那你说选民是不是觉得挺好嘛？那他们当然非常开心嘛，要再把这个核心的边境墙问题啊，抓几个毒枭啊收拾，不要再杀美国老百姓了。中期选举这个东西还是有一些可以讨论的方向，不至于说那么难看啊，因为实际上对于 MAGA 基本盘的这个宗教盘呢，中文字面体这边是绝对低估的。第二就是对于给钱的这个力度啊，背后的这些信息，我们对于外网信息的接受也是较少。第三个就是对于民壤没有提出一个好的方向，你中期选举以前起码到目前还没有团结起来一盘散沙的一个状态，也是不太关注的，是比较低估的。对，民众是不喜欢特朗普，是很反对出兵伊朗，但是不代表民众就支持民主党，这是个很基本的逻辑问题。80%的人都不喜欢共和党和民主党，代表80%的人都要喜欢马斯克的美国党啊，这个完全没有关系的嘛，对吧？照目前这样去推估的话，川普在中期选举最好的状况会是怎么样？因为一般我们在美国之外看到的讯息，一般会觉得说中期选举目前对于川普对特朗普来讲相当的不利。可是就你刚才的分析来说，如果 MAGA 这个铁盘完全激发的话，那再加上民主党这边看起来目前缺乏共主，一盘散沙，那可能很难说最后一个是高动员率票票入柜嘛，那另外一个是他可能分散了，他可能没有票票入柜，他可能虽然很讨厌川普，但是事实上这个因为是投了也不是针对川普本人嘛，我还是投我选区的这些 congressman 或者senator， 那所以可能对应上没有那么直接的情感连结，所以我可能在投票上面也没那么积极。那这个可能到最后你的评估了，你目前看到这个状况，真的有可能保住这个其中选举，最后维持目前方院过半的态势吗？我个人认为，他迫切的问题还是要解决跟以色列的关系问题。如果这个关系能够处理好的话，那么不仅能够拿共和党的票，甚至还能拿民主党票。因为民主党传统在美国的犹太人，我们知道 APAC 作为最大的游说集团，在 J Street 还有 K Street 简直就是呼风唤雨。那他们传统是投民主党，并不是投共和党。那如果能把以色列的关系处理好，能让内塔尼亚胡以色列认为赢了，同时不要激起美国广泛的反战情绪，向选民说明自己赢的话，那么对于委内瑞拉，对于接下来还要涉及哥伦比亚以及整个美洲的总统的倾轧，把欧洲规训一遍，问全世界他所谓的盟友全都收钱的话，那么能够让美国的国内选民获得好处，相当于买票嘛，说白了就是。那民党的选民也要吃饭的，是吧？那就像 APEC 的做法，它可以一个政客非常厉害，但是花足够的钱可以给政客的反对派花钱给他，那么也能让激发很多花钱买票这个形式。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到底是不是需要议会作为他的支持。那输了比较惨，我们的意思大概也就是说众议院输掉嘛。那本来有一些小叫蒂凡尼克什么 MTG 啊之类，托马斯马西啊有搞 Epstein 啊等等，跟特朗普划清界限。但是参议院呢被认为还是可以的啊。那众议院权力很大，但是考虑到一个现在他打伊朗反正也没有经过议院，所以现在议会老爷还在，不光民主党啊，共和党议员都在说你经过国会了吗？正儿八经打仗啊，不是说什么斩首行动，正儿八经打仗也没经过，法院好像也没怎么样。
所以他就是没有意愿了，他也不是像是就是我会接下来2年我当个乖宝宝那种人，所以你说的丢一个意愿接下来不会整活吗？我们认为还是会整活的。所以说对于席位这个事情呢，我一不是特别清楚，二呢确实他现在干的事情跟架空议会没有承担后果而不是责任，是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问题，就是你知道的违法，他也知道是违宪，你能怎么他？美国最高法院说了是违宪了，结果副总统 JD Vance 马上就发了一个点中点，说最高法院不懂法的是吧？跟当初的美国总统乔拜登说最高法院不代表法治，这是他的原话这是一样的。结果现在副总统 JD Vance 说最高法院无法无天，那你说三权分立到底三权分立了个什么东西嘛？那我们说以色列好像 impunity 无法无天的，美国不法无天，那都是出现在我们眼前的问题。我们再去分析说你拿多少个席位，对特朗普来说有这么大的压力吗？我真的要打一个问号。就是看起来川普借由这个中东局势来加大对于盟友的勒索，效果是有。你觉得这次日本目前直接要执行就1000多亿美元的这个投资，那川普是不是也是在利用这一场中东战争来加大说控制世界的力度？我们看起来好像美军现在打不赢，这个美国3大霸权美军、美机、美旅这一次通通占不上上风嘛，他反而还可以借由这样的方式去勒索日本，搞更多落实更多的投资，这一招是真的有用吗？还是因为日本跪习惯了，反正就继续吧？你怎么看？日本人的反应对于高市指挥没有得罪特朗普持比较正面的看待，因为他们的舆论呢非常封闭，所以也没有太多的人去辟他的谣，而且呢他们的自尊心也比较强，所以看待外媒对他们的辟谣呢是持一个非常负面的态度。本身日本的新闻自由度是非常低的，那些报道也非常的不自由，对于雇佣关系嘛，所以你想要说高市他去美国没有赢之类这样报道根本不会让你放，这是其一。其二呢，在日媒报道高市见特朗普的那些外媒在日本传播有自己的考量，比方说韩国的中央日报，它是考虑到在日韩国人的利益去报道的，所以能够迎合日本的赢学，说高市赢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高市虽然我们从客观上看给了特朗普很多所谓的不必要的钱，但是在日本人看来呢是高市赢了，而且狠狠的出了一下风头，巩固了日美同盟。他给这么多钱，日本人觉得是赢了，就像高市自己问向他尖锐提问说，你给选民做这么多的经济承诺、就业承诺，你要是达不到这些目的，你作为政客可是要负责的。首相，你决定要负责吗？高扫描就瞪着他，眼睛很大说，你就不能相信我们就会达成这些目标吗？您真是一个喜欢提非常尖刻问题的记者皮笑肉不笑的那种。所以他既然愿意相信的这样的话，我们在说什么日本人相信不相信，他都相信自己赢了，你说他没赢，他更加质疑的是凭什么你有这个资格跟他说他没赢，而不是他真正赢了没有。所以其实在你刚才的观察里面，我总结一下啦，日本人送这么多大礼上去，主要还是基于说在高市场他想要掌握这个舆论的主动权，而不是说川普可以直接拿他现在在伊朗的这个赫赫军威吗来恐吓威胁利诱的方式。这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差别，就是到底是日本人主动多还是美国人施压多，还是来一个双向奔赴美国人施压，日本人非常主动，但是各取所需。这个川普拿到了说，你看那个日本投资这么多马上要实现有1000多亿美元那高市认为说，你看我们现在的大幅的进军到了美国过去完全碰触不到的这些基建这些地带所以呢我们也是赢麻了，虽然19分但是呢能有那还是赚翻了。这个日本高市肯定是对美国有所求的，但是实际上来说他这次见特朗普没有拿到对日本什么好处，所以日本人的评价认为自己赢的也是从什么巩固日美同盟导弹放过来的威胁东方大国等等这些角度来进行赢学的宣传的。从这个角度上讲呢，肯定是特朗普占主导而不是高市占主导，表现的形式也是这样，那这个也是日本人觉得可以接受的，因为之前安倍的时候也是让美国人占据全面的主动。日本人的心态是这样的，认为世界有2个中心，一个西方的中心是美国，另外一个东方的中心那就是我们日本，所以认为美国就应该把所有亚洲的事务全部交由日本来进行管理，他就是他在亚洲的第一包工头，来管理大国，来管理韩国，管理俄罗斯等等，这些日本心中所想。所以虽然这回没有能拿到比方说在高市和安倍大放厥词什么台湾有事论这方面美国进行背书，特朗普一个刹车就给高市刹住了，说之后我到中美会谈的时候会帮你日本说好话的，还有让高市来讲这个中日关系的问题。但很明显没有给高市好脸色看嘛，那高市肯定是希望说你壮壮声威，那特朗普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没捞到实际上的好处。但是呢，那日本是希望从美国这边捞到好处的，所以肯定是美国主动而不是日本主动，这个是非常明确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底线，难民问题、民族问题，还有海水淡化设施问题，这是归根结底再不喜欢伊朗也是绑在一根绳上的蚂蚱，因为波斯湾和地理问题，而且伊朗是有地利，也就是说你打他很难打，他这个底线在这儿，你想把他干掉非常难，所以就是没有办法当朋友吧，但是你想当敌人害的是自己，你也不能怎么他，因为你看到了，我们说了嘛，他真把桌子掀了，全都跟你亡国灭种之战的时候把石油倒到波斯湾去，大家一起死，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更不要说现在放点水雷了，甚至上次还有被人发出来是什么沙皇时期1900几年放的那个水雷啊，伊朗就扔出来了，那实际上美军也没有什么好的处理办法，水雷这种东西大家想想你又怎么处理嘛，对吧？这需要什么技术吗？这是什么博弈的筹码吗？还真是博弈的筹码，因为这个地球就是这样长的嘛，你除非像一些这个玛嘎派说的啊，就是上帝明天降下神迹，海平面在那儿突然升高了150米，当然他们也没有办法解释说别的一些国家怎么没有被淹掉，另外你确实很难解释说这个海峡长在那，你想怎么办？你把它搞死了，难民不多，海水淡化设施给你爆了，然后呢，你想不搞它的话，霍尔木兹海峡又在他手里，那没有办法的嘛。核武器的影响也是有上限的，当然能够造成污染，但是和我们刚刚说的海水淡化设施和波斯湾倒石油相比的话，其实核辐射反而显得没有这么夸张了。我们仔细想想的话，这倒石油这个事情讲更大一些，而且也不像我们说核武器一样招致这么多的制裁。如果跟打海水淡化设施和波斯湾倒石油相比，那很显然是倒石油对老百姓产生的影响更长远更大。但是有没有做好说打破之后大家怎么样的准备？面对这样的一个崭新的状况呢，川普心心念念的还是要去中国。来，我们先给大家讲他给日本带来的惊吓。面对这个形势，解决之道是继续在伊朗加大投入死拼，这是目前川普的方针。另外，在外交层次上跟中国进行更多的沟通。那原来的答复其实相当的惊喜哦，我觉得他的观察是很重要。他讲到的是说，这次是完全是美国非常强势的主导，日本只能做配合，但是日本可以拿这个配合的结果拿来反向巩固他的一个政权。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结论的话，那我跟你讲，我今天的结论就是完全正确，就日美会岛链开。为什么日美会岛链开呢？来，我们往后看一篇就知道，川普最心心念念的是什么。Well, I'll be going to China very quickly, but I think I'd really like to have the Prime Minister talk about China because I know they have a little bit of an edgy relationship, and I'd just like to know where it stands, how you're doing with China. So. 日本这么听从美国的要求，投资这么多，大概总共投资破1000亿美元。而且大家知道，日美协定里面是最要命的，我刚才有讲到，所有的投资一旦确认，45天内要到资，就至少你得启动资金，然后必须在川普的2029年卸任之前全部完成，这是一个非常严苛的条款，因为这里面所带来的是你投资的都是美国的基建，基建根本不会赚钱，然后你在基建可以赚钱的时候，你只有55分，然后等到你补足了你投资的款项之后，只能19分。谁1？日本1啊！但谁出钱啊？日本出钱啊！美国9啊！结果川普开涨的是什么？是说他要去中国，他想听听高斯的意见。日本最关心的就是一个安全，一个是经济嘛。经济就是供应链嘛，安全是由美国来保障。结果中美关系有利于地区安全，结果这个中美关系，川普是对中国是最客气友善，被评价为只有1分强硬度，对日本有7分强硬度。所以我为什么写日美会岛链开，有非常多的讯息。伊朗战的极致肉搏化会大幅度的消耗美国大量的国力在那边，它的军力会消耗在那边，它变成一个泥淖，不只是泥淖，而且是激烈肉搏。这种泥淖跟阿富汗那种泥淖是不一样的，所以伊朗都不能叫泥淖，因为伊朗太大，9200万人口，164万平方公里，一个文明古国，拥有非常强烈的复仇之心，你已经对他的整个民族的生存产生彻底的危机化之后，那接下来他的做法就会完全变得不一样，你就必须派更大量的部队进去嘛。为了对付伊朗霍姆兹海峡的封锁，所以川普想赌一把，我调2支海军陆战队特遣队，总计5000人，一支从第一岛链拉过来，一支从圣地亚哥拉过来，相当于美国西海岸没有海军陆战队驻守，然后呢，第一岛链也没有海军陆战队驻守。海军陆战队很重要，海军陆战队在演什么？夺岛与反夺岛啊！他可以率先登陆岛屿进行防守，也可以率先去夺岛对方的岛屿进行前区部署。前区部署之后，他一拉他的炮就可以进行火力压制。所以这里面的概念就是这个极致肉搏跟日美会所呈现出来的整个态势是非常明显的，非常清晰的。再叠加上伊朗这了2颗4000公里的大宝贝，往叠个加起来去扔嘛，美国会强拉日本反向输更多的血给自己。而日本在这样大量输
血之后，他所想要的是透过跟美国高强度的结合来规避中国对他的施压。结果美国总统不但没有挺日本，没有挺高市早苗，他反过来说，你觉得我即将要去中国你觉得怎么样？这他还能说什么呢？你即将要去中国我全部压住你结果他反手一拍就把日本给卖了。所以第一岛链第一个空虚化嘛，第二个第一岛链上最负隅顽抗的叫日本嘛。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我们一直想的是正面的整合，也就是说从北京到韩国首尔到日本东京拉一条线，然后呢中国到韩国比较近，韩国到日本比较远，但是这个距离约莫于等距略大一点点。所以从地缘整合的角度来说，北京到首尔比较快，再借由首尔往日本跳，所以首尔也知道他在扮演一个桥梁的角色，所以李在明很刻意的去维护跟高市早苗这种极右翼的关系。理论上李在明这样的一个进步派，他不愿意跟日本人瞎搅和的。